孩子一定会没事的，别怕。我竟不知道，朝夕相处了5年的丈夫会和另一个女人有孩子。为什么偏偏要在我失去孩子的这一天，让我目睹这一切？5年前的承诺还作数吗？我去趟洗手间。陆培峰太古板，相信我，他在床上一定会沉闷无趣，而你需要的是一团火。谁是火？你吗？我赌你们5年内必分，要是我赌对了，先考虑我，怎么样？算了。我还单身，所以当然算数。1个月后我离婚，但我不需要爱情，我只是需要一个男人暂时玩一玩，放纵自己。好，宝贝，等我回国，你想怎么玩，我季怀让奉陪到底。妈妈，对不起你。曼文的孩子没了。死了，凭什么我的孩子就死了？你们得还我的！清雪，你欠他一个孩子。我的孩子，我和他的孩子没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原来他的世界，就算是面对面，也不对我开放，也视与都不回。他随手给我买的礼物，没想到在这儿派上用场。所以这一次的增长率必须达到预期，否则后续的重组方案全部搁置。会议暂停半小时，我忙完过去找你。他能把及时回复做到这个地步，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亿的生意，都可以为他的一条语音让步。原来他不是不会，只是不对我会。给你3分钟。陆总，不用3分钟，一句话，离婚。曼文的孩子不是我的，我跟他没有身体上的约轨，永远都不会有。但是我会尽我所能的对他好，你最好别想对他做点什么。你们多久了？为什么是他？1年，这就是原因。希望1个月以后能够在民政局见到你，季大小姐。
会的，他不会相信我会离。是啊，10000条消息石沉大海的回应，我都忍下来了，怎么会主动消失？可惜，我真的清醒了。等等，你看中的南郊那栋森林哑巴，我过户给曼文了。那儿的环境好，有氧吧，对曼文坐月子有好处。我记得我跟你说过，那是我怀孕以后亲自挑选的，也是我想送给宝宝的第一份礼物。即便他已经走了。太像了，江曼文跟陆培峰已死的初恋，长得真是太像了。一个陆培峰真正想娶的女人。我们公司5年前，最近是遇到了一些陆家资金链出现问题，希望父亲看出我喜欢陆培我峰，也确实无能为力。小陆，最近怎么样？最近公司有一点资金上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们注资，所以递出橄榄那枝太，好了。条件但是是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两家结成亲家，这样我们可以亲上加亲。可陆培峰一开口我就说想娶继母带过来的女儿柳糖糖，与我有救命之恩，说是有救命之恩要报答。仔仔，两情相悦才是好的姻缘，你才不会那么辛苦，知道吗？好，我知道了。亲疏有别，为一个妓女冒风险给陆家注资没那个必要。父亲撤回了结亲之谈，但陆培峰想挽回陆家，私下联系我，表达了结婚的意向。不过是请我吃了顿饭，我就沦陷了。我自信地觉得，陆培峰更改想法是对我有好感的。我漂亮，性格好，他爱上我是迟早的事儿。各位来宾，现在迎来我们最重要的时刻，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不好，裴峰，糖糖自杀了！约取消，一切打乱。最开始，陆培芳只是不回消息，说习惯打电话。半年后，陆家在他的手上起死回生，势不可挡，他连电话也不接了。他像一个黑洞，我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投进去，却连个响都没有。陆培峰，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回我消息，也不回我的电话？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想知道？好。糖糖自杀之前给我发消息，你在干什么？你拉着我，兴致勃勃的试你的婚纱，让我看你那可笑的妆容。因为你，我错过了救她的最后机会。我恨我自己去了婚礼现场，我更恨你。其实，是你间接的害死她。找一个8分像的替身，把所有的愧疚和追忆都寄托在他身上，对一个影子，也比对活生生的我好100倍。妈，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怎么，他又不来了？一年就这么一次，1个小时都腾不出来吗？爸，我马上就要离婚了，所以他来不来都无所谓。及时止损，你做的对，爸爸支持你。马雪，你教出的好女儿，把我儿子捅进医院，自己不去照顾，还有眼在这享清闲，论掉当心了没？真是心思歹毒！接的真够快的呀，陆培峰，你父母在我家撒野，今天是我妈的忌日，马上把人弄。我现在还出不了医院。培峰哥，你帮我看看这哪个沙发适合放进你送我的别墅里面啊？你替我拿个主意嘛。哎，你现在还不能喝冰的。你打了他妈，还想让他站到你那边，做梦！更何况这5年，你就没赢过他的心。哎，你们，我之前忍你们，是因为陆培峰，但是我现在连他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你们。带上人，跟我去个地方。Hear the sounds of victory. You're the murderer of this land. Are you hear the sound of pain? You're the master of Then show yourself. 你信不信我让我儿子马上和你离婚，把你赶出陆家？你疯子！你疯了吧你！疯子！ Then show yourself now. Then show yourself now. 你这个疯子！我的海南好人小亮，那个是你佩服妈妈送给我的结婚20周年礼物，我的钱是千万的烧饼，那个是我在意大利专门定制的。你这个疯子！你闹够了没有？有时间了。来得这么快，15分钟都不到。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的事耽误了裴峰哥的时间。他不是故意不理你的，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哎，你这是在跟曼婉碰瓷，打算恶人先告状是吗？我一个被爸妈捧在手心长大的大小姐，怎么就吃婚姻的苦，把自己作践成这样？看看，只有曼文这种个性温和的，才适合我们裴峰。的确，像你这种依靠我戚家回去、不懂得感恩的，也只配得到这种洗脚妹当儿媳妇儿。
季雪，闭嘴！好难得，陆培峰失去了情绪管理，可惜是为了一个在洗脚城工作的女人。他流了好多血！季雪，你怎么了？来人！来人！季雪，别用你的脏手碰我！血，怎么会有这么多血？这么多年，我早已习惯它像是刺猬，随时竖起尖刺跟我对抗。怎么会那么轻，这么凉，像个一碰就碎的瓷娃娃？没事，撑住，马上到医院了。你醒了？医生，没事了，调养调养就行。他为什么会大出血？他小，你不用再问医生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去吧。我让家里面的厨师给你做了点粥，你尝尝。好啊。不好意思啊，我不喜欢吃红枣，也不喜欢喝甜粥。家里的厨师5年了，也不懂得我的喜好，让你的心意白费，开除了吧。那你想吃什么？我让厨师去做海鲜粥、排骨汤、小米南瓜粥，还是……我出事跟你陆家无关，你走吧，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我们已经离婚了。真是讽刺！我曾经哭着求着让他来看我一眼，他充耳不闻。现在我只想让他滚，滚得越远越好。他却像聋子一样赖着不走。陆佩峰，你的耳朵是选择性失聪吗？砸！你继续砸，砸完了我继续给你砸，黏糊着一身汗，不舒服的人是你。卖完孩子小叶子，身体不舒服，我去看看他。陆培峰，直到最后，你选择的优先级永远都不是我，这样也好，我最后一丝念想也不用再保留了。我流产的那天，裴峰哥一直守在我的病床前，就这么趴着睡着了。刚刚我说肚子不舒服，他又是给我喂粥，又是削水果的。七小姐，你知道你老公用刀削水果的技术有多好吗？裴峰哥还说等我病好了，要带我去旋转餐厅、迪士尼乐园，承诺以后会带我见到更广阔的世界。怎么没床照啊？是不想跟他睡吗？把陆培峰所有的东西整理装箱。是夫人。这是爸爸给我买的婚枣，是我对爱情充满幸福幻想时亲自装修出来的。1周后离婚，该走的人是陆培峰。这才几天呀，客厅怎么变了这么多？就爱折腾装修。我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可以休息3天。你想去哪儿？散散心对身体好。不需。也罢，就当给这段糟糕透顶的婚姻一个稍微体面的告别仪式吧。私下去度假村吧，
好，齐小姐，你可真没意思。你花再多时间耗在裴峰哥身上，他的心也只会在我这儿。只在你这儿？你跟了他那么久，难道不知道自己只是个替身？齐小姐，你高高在上的样子真的很好。听裴峰哥说你不会游泳，那这次能不能让你长点教训？救我！裴峰哥，救我！谢雪，谢雪，刚刚我扶起来。我送你吧。既然你想送我，好。江满文刚刚明明知道我不会游泳，还要把我推下去，他有故意杀人的嫌疑。你去报警把他抓起来，我就跟你走。他是看你生气了，想找你聊聊，不小心碰到你了，你误会他了。办不到，就离我远点。裴峰哥，我去跟齐小姐解释吧。好，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糖糖是谁？他刚刚救我的时候，嘴里一直在喊糖糖。他的初恋投海自杀而死，所以我是他的替身。难怪。如果替身又怎样？死人是争不过活人。齐小姐，我至少还有一张脸可以赢，而你什么都没有，没本事的人早就该让位。看着这个被野心吞噬的女人，莫名想到5年前的自己，也是那么的自信满满。我马上就要跟他离婚了，你该斗的是他，还有我这个人啊，最怕死了。今天你陷害我，我没有证据，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都会还回来的。这块他整天戴的手表，是糖糖送他的，对吧？我曾经给陆培峰买过很多块表，有市场上不流通的收藏款，有新品新出的限量款，但是整整5年，陆培峰从来没有把这块廉价的手表摘下来，即便是去高端的商务场合。看来是的。齐小姐，这是沛风哥最珍视的手表，你说你想看，我才趁他洗手摘下来时拿出来的，你怎么可以利用我呢？我求求你了，你别扔它。谢雪，别动它。
你就那么爱他吗？为了一块破饼，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蠢货，你把他往车轮底下推，他要是死了，我看你的荣华富贵指望谁？快打急救电话，封锁现场，维持秩序。是。谢小姐，您没事吧？我的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的一件旧物，差点整死自己。对这个客观的事实，我已经没有感觉。我5年的婚姻，直到最后一刻，都是血淋淋的凄惨二字。喜欢。戚小姐，陆先生胸骨骨折，伴有脑震荡，昏迷了2天，虽然清醒了，但仍需长时间的治疗。这段时间呢，切记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情绪上呢，也不要太过于激动。我知道了，谢谢医生。干什么？一块手表，你也看不惯，非要毁了它。怎么，戚大小姐知道自己理亏，又要以势压人了是吗？在你指责我之前，请你拿出证据，否则就是无能狂怒。干什么？陆培凤！这是你去世的母亲给你留的镯子，对吗？不，你还给我，陆培凤！那你也尝尝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滋味。把它扫干净。把碎片都冲到马桶里。今天是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签字拿证，别迟到。如果你觉得可以拿离婚这种方式来拿捏我，想让我回头，那你就大错特错吧。真离了再想复合，绝无可能。你的名字要不要钱，自己想清楚了。爱你！专属火热金燃信正式就位，快上车！联系搬家公司，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的送到陆培峰的父母家，一件不留。好的。宝贝，停一下，你别这样，你这样面无表情的撩拨我，会让我很有压力啊。你是尊贵的月费用户，我们有的是时间，不用着急睡回本好。
你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好好睡一下，纯粹的睡觉。So bring me back to shiny eyes. It's hiding in your eyes. 童年的心事这5年像一场没有止歇的长跑，我以为自己跋涉了千山万水，其实不过是在一个巨大的迷宫里转圈，最终筋疲力尽地回到了原地。季雪呢？还在生气呢？夫人，她在楼上休息。先生，夫人她可能还没睡醒呢。你们在干什么？给你5秒钟，赶紧给我滚下来！那可能不太行，雪宝还没有睡够。陆培峰，你怎么在这儿？出去！你在跟谁说话呢？你还知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说，请你出去！我们已经离婚了，我跟谁睡觉，你管不着。离婚？那你把离婚证摆出来再跟我说这种话，你给我清醒清醒吧！至于你，滚！陆总，你前妻品味医疗，我的身价可是很高的。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婚，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家。怎么，你追她也是和当初追我一样死缠烂打是吗？是不是都轮不着你来管，前夫？婚内出轨，财产分割就得重新算，我管不着，我管的地方多着呢。我的东西呢？七小姐让我们打包送到您父母家了。少爷，在明晚酒会之前把东西整理出来。是。既走好兴致，专捡别人的闲置物品。哦，陆总说笑了，珍宝蒙尘才需要懂得欣赏的人呵护，更何况不是自己的呀，强留也留不住。陆总今天大驾光临，就是过来说这些无关痛痒的酸话。七雪，你有多么迫不及待？这才离婚几天，你就带着这种货色招摇过市，你把我陆培峰的脸往哪儿放了？前夫，你的脸都是你自己丢的，与我何干？倒是我身边这位，比某些道貌岸然、心里只装着替身和死人的人强多了。雪宝，这里空气好像不太好啊，要不我们去找张总吧？他刚刚问起你。好，七雪，你不让我们俩有脸，那就别说我过分。
你看，这陆培峰他是不是有毛病啊？以前带着你出席活动的时候推三阻四，现在连着几次商业晚宴都带着那个江曼文，还给他披外套挡酒，真是体贴入微。我们雪宝当年可没这待。随他去吧，他爱捧谁捧谁，与我无关。怎么没关？你看这八卦写的，陆总新欢上位，旧爱已成过往。还有这个，只要媒体拍到你跟季怀让吃饭逛街，那陆培峰那边保准放出他跟江曼文更亲密的消息。这不是在跟你打擂台是什么呀？他那么爱演戏，那就让他继续演好了。你这放下的也太快了吧！不过那种渣男早该把他丢了。雪宝，你这身子骨也太弱了，你这小月子没坐还落水什么的，我知道的呀，一个特别有名的中医，到时候带你去看啊。好，听说，他对那江曼文还真是真爱呀，一个颜值身材都普通的洗脚妹，他竟然让他代言公司的珠宝，也不怕贵妇客群里的客户知道了之后退货。不是，你看那个人，他像不像刘糖糖？我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没有，就是有点困了，想睡觉。要不要跟我说一说？不想说？我一个人的秘密。那好吧，等你什么时候愿意说的时候再告诉我。我只是想告诉你呢，我想关心你，以及你可以信任我。那好，你帮我按摩按摩脑袋吧。先吹头发啊。戚小姐，好久不见，有话快说。过2天，裴峰哥会给我举办一个生日宴，场面很大。戚小姐，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给你发请帖。你算哪根葱？裴峰哥也希望你来，他又是个什么东西？我记得你父亲最近想要拿一块地，是不太顺利，对吗？好，陆佩峰，你晴儿的生日宴我会出席，我还有一个大礼要送给他和你呢。雪宝，我这边工作还有点时间，大概过去接你只能接你离席了。咱们都相互找找乐子，你又不是卖给我了，陪我不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哼，还没迟到，不得多献献殷勤啊。这些日子你跟那个季公子打得火热，传得沸沸扬扬的，我还以为他是什么正经人呢，原来高傲如戚小姐，也会包养男人，愉解寂寞。你努着嘴，努力装优雅的样子，还是那股子洗脚虫的味道，真让人安心。所有人都带着伴过来，你的男人竟然不陪你？
我还以为他对你多好。这说话方式不像你。酒不错，哪一年的？口感很特别吧，单宁柔和，但后劲很足，是勃艮第叶秋的特级园，16年产。没想到你还喜欢这种风格。16年的酒确实不错，是个好年份。它里面的黑皮诺还有果酒香和里面的矿物质平衡得很好。让我们祝今天的寿星江小姐生日快乐！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生日宴，其次还要感谢我的裴峰哥，用心的为我准备了这场生日宴会。曼文，生日快乐！这不是限量版幻影吗？我记得谢小姐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晒过，说是她的梦中情车。陆总把老婆最喜欢的跑车送给了另一个女人，这是故意下她面子？等等，江小姐不会开车，你再品。听说呀，陆总跟七小姐早就离婚了。我看陆总只记得前世喜欢什么，有些恍惚了。明明今天是我的生日，可这一整晚，从他进来开始，他的注意力全在那儿。谢谢裴峰哥。我真傻，我还以为他帮我威胁继续，是对我感情升华了。原来这些日子他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刺激他，都只是为了让他吃醋。我不过是他用来试探前妻的一枚棋子。生日快乐！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可此时此刻，我却并不觉得幸福。我有了陆培峰的钱，还想要他的人；有了他的人，我还想要他的爱。你的礼物呢？不好意思，我让人去给你买裙子，等10分钟。大小姐不是一向挑剔，衣服上什么东西都不能沾，不是吗？陆培峰，我们可真不应该结婚啊！你瞧，结婚时候我渴望得到的关爱与照顾，竟然在离婚后这么轻易就得到了。衣服不用你帮我准备，季怀让来接我的时候会帮我带的。你就算你再找，也要找一个符合你档次的人，他那样的人拿不出手。裴峰哥，七小姐，我邀请你来，是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但我希望你能有点边界感。你把裴峰哥最心爱的手表弄坏了，还差点害了他的性，怎么还有脸跟他扯东扯西？七雪，你好端端的发什么疯？你推我下水，扔手表这几件事我可都给你记着。你今天倒好，主动找上门。我本打算给你点时间，让你好好享受享受。是你自己不珍惜，你。对不起啊，我刚才情绪有些激动。这不，道歉的礼物来了，送给你江曼文，也送给你，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糖糖。七小姐，这是什么？生日礼物啊！陆培峰的初恋，如假包换的武糖糖，他的不理智、不冷静，喜欢吗？啊，
我的好日子要完了。别怕，那个姐姐说，我好像以前就叫这个名字。他怎么了？你在哪儿找到他的？为什么现在才带过来见我？陆培峰，你这副兴师问罪的样子可真有意思啊！我辛辛苦苦把你念了5年的初恋给找回来了，你不是应该感谢我吗？他是我在路边偶然遇到的，他跟我说，他投海自尽没死成，被人贩子给捞了出来，卖到了山里，吃了不少的苦，刚跑出来。哦，他这是跳海后遗症，失忆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糖糖，我是你。他是你的未婚夫，别担心，你想要月亮，他都会帮你摘的。季雪，你别胡说。糖糖，这些年你受苦了，没事儿，以后都没事儿了。没事就好，活着就好。走，我先带你去。裴峰哥，你要丢下我了？曼文，生日快乐！我还有事情，先走了。裴峰哥。你傻呀你！当初就是那个柳糖糖作妖，才把你的婚姻搅得天翻地覆的。你倒好，现在不但把他找回来，还把他亲手送到陆培峰身边，让他过好日子。要我说啊，他就是被卖给老光棍，也是他活该。看江曼文在他身上吃瘪，不是挺有意思的吗？啊？就为了整江曼文，这划算吗？你放心，那个柳糖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们俩有的死呢。而且啊，柳糖糖，你敢打我！你骂我有错，我为什么不能还手？啊！我陪了裴峰哥1整年，连他明媒正娶的老婆我都斗赢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跟我叫板！裴峰哥，江曼文，你放手！没事儿，别怕啊。我带你处理伤口。陆培峰，受伤的是我，是他用酒瓶砸我的头。这一幕可真眼熟。你不是说这柳糖糖失忆了，才从山里逃出来吗？我看他挺有胆识的。我怀疑他一直在撒谎，我正在调查证据。陆培峰啊，陆培峰，柳糖糖的撒谎证据就是我送给你的第2份礼物，不知道你会是什么表情？江曼文麻雀变凤凰的故事仓促收场。这个圈子里讨论的全是陆培峰和柳糖糖，至于我，
乐得清闲。七雪，你给我滚出来！你害了我，我要你报答好死！那个曾经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跨越了阶级的女人，失去了往日的光鲜亮丽，只是勉强被恨与欲望缝合起来的可怜虫儿。怎么了？江曼文堵在我家门口，这个麻烦是你惹的，你来处理。裴峰哥，把他带走。我就只是跟你说几句话，你为什么这么狠心？这就是感情里的食物链，替代品终究比不过非替代品的重要，而正主归来，对替代品更是绝对的碾压。车是江曼文婆的，维修账单我会发给你，赔偿款直接打到我账户上就行。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好久不见啊，陆总。宝贝，上我车。你还要鬼混到什么时候？松手！你把糖糖送到我身边，我很感激你。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和他想请你吃个饭。明天就有空。季小姐还真是坠入爱河，片刻都分不开了，什么场合都要把她别裤腰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两个是连体婴呢。啊，陆总这话酸的嘞，我这叫尽职尽责，当好我们雪宝的护花使者。这不像某些人，以前该在的时候不在，不该在的时候阴魂不散。饿了，我们吃饭吧。对呀，裴峰哥，先吃饭吧，这家菜好像还不错。谢谢裴峰哥。裴峰哥，你今天晚上能不能陪我一起睡啊？我害怕，我开着灯还是害怕。我只要一闭眼睛，就能梦见那些人，他们追着打我。裴峰哥，这还用问？
你可是他失而复得心尖尖上的人，别说是睡觉了，就算是结婚，也是他盼了5年的事情，理所当然。你想了他5年，盼了他5年，现在人就在你面前，你不是应该迫不及待地把他娶回家吗？所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完婚？怎么，柳糖糖失踪了5年，你现在犹豫了？他来吃这顿饭就是为了说这些话，为了膈应死我。你想我跟糖糖结婚？当然，5年的期盼应该有个结局。去卫生间整理一下，走。这一刻，我竟只想快点离开这里，离开期许那个该死的期待。我不会跟任何人结婚的。我这样的人，早在5年前就已经不干净了，没有哪个人会管我的。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对他来说就是祸害。像裴峰哥这么好的人，值得更好、更干净的人。所以，请戚小姐，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我不想让裴峰哥为难，他这样照顾我，我已经很感激他了。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和压力。如果5年前我回了他的信息，如果我没有向家族妥协娶戚雪，如果，那糖糖就不会遭遇这些不好的事情。他说的没错，5年前我想娶的人就是你，到现在为止，这个想法依然没有变。我2岁时被保姆偷走，继而被卖，养父母带我两我。初中一毕业，我就逃了出来，跟着镇上的大哥混日子。还敢逞英雄，这次就让你长点记性。那时候，我认识了柳糖糖，一个同样没人管的女孩。快跑！你没事吧？我扶你起来，来，我背你吧。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好，我等着你报答我。裴峰哥，你醒了，太好了，吓死我了。现在你回来了，我们结婚是自然的。裴峰哥，你不用为了我这样，你不用可怜我的。如果5年前你没有出事，或许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恭喜恭喜！为什么？我并没有想象中喜悦，反而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对前夫这么关心的前妻啊！你不是想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吗？我带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就什么都知道。听起来某人憋了个大招，准备使坏。欠我的都得还回来。叔叔，我恢复记忆了。我这次过来是专门过来感谢您的。要不是您当初好心让我妈把我带到这里来生活，我这个留守10几年的孩子肯定不会上大学，高中毕业就嫁人了。自从我来到这个家里后，我就努力做一个勤奋、知恩图报的孩子。我从未想过要跟七雪讲什么，包括男人。当年结婚的事情，您不留余地，没想到还惨了3个人，尤其是您那最疼爱的女儿。不过，
你当然不会想到，最后兜兜转转和裴峰哥在一起的人是我。你滚出去！我和裴峰哥的婚礼，邀请叔叔和七仙女来参加。笑吧，刘糖糖，我就再给你几天日子快活。爸，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各位来宾，现在我们迎来最重要的时刻。时间的行者回了盛夏，新的枝桠也在反方向。糖糖，陆培峰，你们两个人对于我来说是特殊的存在。我今天想要送你们一份大礼，看大屏幕。糖糖，你真行啊你！在乡下躲5年，为了不被找到，身份证、电话卡、银行卡都不用，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录。你这么能忍，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戚家不是非要嫁女儿吗？我倒要看看，革了一条人命，这个婚还怎么结得下去？你就不怕陆培峰变心喜欢上戚雪？那可是戚家大小姐，多少男人排着队想娶她呢。裴峰哥最重感情，我以前救过他，我死后这个坎儿他是过不去的，他只会对我越来越愧疚，对戚雪越来越冷漠。裴峰哥，你放过，这都是假的。好，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柳糖糖失踪这5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过得很舒服，真是可喜可贺。大家鼓掌！系统污蔑我，这个图片是 P 的，录音也是伪造的。戚雪不会撒谎，所以这是真的。峰哥，你怎么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呢？闭嘴！柳糖糖，你假装自杀，让我愧疚了5年，你很得意吗？看着我在愧疚里煎熬，和季雪相互折磨，你每天躲在乡村里面都在笑吧？裴峰哥，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离我远一点！裴峰哥，你不是想和我在一起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我是想让我们在一起啊，裴峰哥。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为了陆家，我要娶戚雪，但是我决定娶她，就会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可能了。我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可是你是真的爱我的。不爱了，我早就不爱了。也许我从来就没爱过，只是有一点好感而已。如果我真的爱你，爱的非你不可，我就不会为了戚家的主子妥协娶戚雪。各位，十分抱歉，婚礼取消，各位请回吧。我要这家5星级餐厅的晚宴出餐标准真不错。现在今天你故意的，柳糖糖假死的事情，你早就知道了吧？是，只有这样做，我才觉得痛快。5年，我愧疚了整整5年，也伤害了季雪5年。我唾弃自己为钱低头的懦弱，痛
痛恨自己不能保护所爱的无能，所有的心理折磨系在一条人命上，我无法承担，所以转嫁到气血头上。我们互相折磨了5年，结果是一场虚空所敌。那5年的恨与折磨算什么？这5年的时光造成的裂痕，我怎么去弥补？现在你满意了，开心了吧？对，只有这样做，我才不虚此行。谢雪，我不亏欠柳堂堂了，从来没亏欠过。可我现在亏欠七雪了，一直都在亏欠。痛快吗？陆培峰问我，今天给柳堂堂的打击根本不足以抵消我这5年承受的折磨，所以痛快吗？我只觉得遗憾，可是再遗憾，这段路程都已经过去了，我不会再从头走一回。到了。雪宝，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季怀绕，嗯，我们该兑现之前的赌约了吧？那我先看看你的状态。When did your smile start lying to me? What made your love so light and free? How many nights did I fail to see? When did your smile start lying to me? 陆总，把我送给柳堂堂母女的东西全部收回来。好的，陆总，包括那栋5年前送给柳堂堂母亲的房子吗？把她留下吧。这些年，我每周都会来看柳堂堂的母亲，几乎成了她半个儿子，真是可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假装自杀，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你还瞒了妈妈5年，你知不知道这5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你知不知道裴峰他有多难过呀？他每天都在后悔与自责，这5年他简直就是生活在地狱里呀！行了嘛，你少啰嗦了，你不就是怕事情被揭露，你的好日子过不成了吗？放心，不会的。我以前救过裴峰哥一命，我对他有救命之恩，所以啊，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一直的护身符。这一局我是输了，可我没有完全输。七雪那个贱人以为他赢了，可他没有完全赢啊。当年是他救的裴峰哥，可是裴峰哥一直以为是我，这个秘密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所以说到底还是我赢了。原来救我的人居然是季雪。糖糖，你就跟裴峰坦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咱们就完蛋了呀！哭就知道哭，你除了会哭还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填他的撒来的。裴峰哥，你什么时候来的？原来从医院醒来的那一刻起，就在他的算计里，我视他为泥泞中唯一的光，却没想到连这束光都是假的。你输了。
听着，所有东西全部收回。如果收不回，那就想办法让柳糖糖全部失去。我竟无意识的开到了七雪这里。先生，请问您找哪一户？需要业主确认才能放行。A 区08栋，七雪。不好意思，先生，08栋的戚小姐前不久更新了门禁系统，您的车牌和访客权限都已经被移除了，需要您联系戚小姐进行确认。改了门禁，她彻底把我隔绝在她的世界之外了。把车挪挪好吗？柳糖糖骗了我，所以呢，我也被你骗了呀。你来找我寻求安慰，怎么想的呀？警察来了！快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好，我等着你报答我。不回消息，不接电话，还留着他干什么？我一个被爸妈捧在手心长大的大小姐，怎么就吃婚姻的苦，把自己作践成这样？静雪，差点忘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签离婚协议的前半个月，他就再没有给我发过信息，我从没在意过，因为对他的信息，我从来不会看一眼内容。培芬，你看我做的早餐，虽然糊了。这一家餐厅风景很好，我们去试试。我给你买了一条领带，藏蓝色的，我觉得超配你。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你真的很忙吗？陆培峰，我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够好？你可以告诉我。算了，你一定在开会吧？工作重要。裴峰，我也有点难受，你能不能回来一趟？是不是我给你发消息，你永远都不会回来？
好吧，那你忙工作吧。成千上万条消息，这5年全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原来这么多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向我求救，我却从来没有回应。我一直以为气血是大小姐，危险是跟他不沾边的。把我拉黑了？什么时候？陆总，今天是您和太太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太太之前特意嘱咐我告诉你的。先生，您需要什么？是送给太太还是女朋友？太太。您太太喜欢什么类型的呢？她常穿暗红色、黑色。大概结婚5年，我一点不清楚她的喜好，却当着她的面对将我们的喜好如数家珍。有何贵干？七雪，很多年前在一个小镇上，你救过一个少年，那个人是我。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在一个巷子里，你喊着警察来了，你背着我，我满脸都是血。原来那个人是你。不客气。之前是柳糖糖冒认了救我的人的身份，所以我才会护着他。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订了餐厅。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不需要过什么纪念日，你也不需要弥补，我们就这样。这些礼物是我特意给你。不用了。气雪是喜欢上季管让了，像当初追我一样追季管让。爸，我们回来了。这就是季怀让。伯父您好，长天小雪提起您，初次见面，一点心意。坐吧。来，会下吗？来一块。略懂一二，请伯父指教。来吧。有点意思啊，不像纯粹的野路子。学过？家父爱好，耳濡目染，还是伯父您功力深厚啊。爸，飞飞，这人啊，我帮你保过管了。人看着有点花哨，但肚子里面有货，奇品如人品啊。下次落落大方，不斤斤计较，谈吐也有见识。关键是，我算过你们的属相，合适，非常合适。爸，我们两个连男女朋友都不算，要不是您听我们俩在逛街吃饭，非要见见他，这见父母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反正啊，这人可靠，性格也好，我十分喜欢。你呀，爱怎么着我管不着。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不懂，但有一点啊，不能糟蹋别人的感情，这样做不厚道。爸，你看你女儿像那会欺负人的人吗？你乖。喂，打通了。好。
晚上见。子丹，你晚上跟我出去一趟，我的事业最终还是要交到你的手里面，尤其是这个项目，执行就落到你的头上了，你跟着参与参与。帮爸爸打通关系的关键人是陆培峰。爸，这5年，我因为柳堂堂救我的事情，被愧疚蒙蔽了心智，跟气血产生了好多的误会，是我没有照顾好他，让他受了很多委屈，同时也让您受到了很多伤害。我向您道歉，也跟气血道歉。当年，我误以为是柳堂堂救了我，我心存感激，他因我而死。这份感激就变成了一份无法偿还的债，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把所有的自责和痛苦转移到了气血身上，在这段婚姻里面一直缺席。我错了，错得离谱。到今天我才知道，当年救我的人是气血，柳堂堂从头到尾都在骗我。这5年的恨和折磨还有根基都是假的，对不起。你先起。你的道歉我收到了，你先起来吧。我想请爸做主，让气血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气血的主我做不了，他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主意。陆培峰，你不用这样，我没可能。你先起来吧。来吧，这件事情很遗憾，我相信你此刻的诚意，但是你和气血的时机不对啊。时机不对，只是时机不对吗？是我亲手把所有的时机都变成无法挽回的错误。爸，这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啊，坐久了就腰酸背痛。我们先走了，菲菲，你好自为之。爸，你身体不舒服，我带你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吧。不用，去什么医院都是小毛病了，回家养养就好了。身体的事怎么能是小毛病呢？爸，曾经这些生动明艳的表情也属于我，是我弄丢了。戚老先生肾脏功能衰竭严重，目前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案是进行肾移植。把我在 M 国医疗团队评估意见发过来，约见国内的肾脏科权威。另外，除了官方等待名单外，寻找一切合法渠道的活体捐献者和境外匹配资源，费用这方面不是问题。好。雪宝，匹配肾源需要时间，我们一定会来得及的。你现在只要照顾好伯父还有自己，其他的交给我。哎呀，我们戚家大小姐这副苦大仇人的表情做什么？年纪轻轻的姑娘就应该多笑笑，
老这么皱着眉头，让爸爸怎么走得安心啊？爸，你说什么呢？你不准说这样的话。傻孩子，你记住，死亡从不是一个人的终结，万物皆有轮回，生生不息。死亡或许是下一场相遇的开始。伯父，好了，快别哭了，你的专属消防员来了，专来灭你的小火苗。伯父，我让家里厨师呢做了一些清淡滋补的粥品，头足好消化，你和雪宝多少吃一点。啊，对了，还有个好消息，之前联系的境外机构已经得到了初步消息。季小姐、季先生，好消息，匹配到合适的肾源了，而且对方同意尽快给你安排手术。真的吗？谢谢医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捐献者是谁？我想去好好感谢他。捐献者匿名定向捐献，无法告知。匿名？或许是我多虑了。没事了，先做点休息啊。主刀医生是全国最好的肾移植专家，伯父身体底子那么好，一定治愈啊。靠一会儿，先休息一会儿，有消息了我马上叫你。医生，手术非常成功，供体肾脏植入后运行良好，老爷子的身体状况也平稳，在 ICU 观察3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谢医生，谢谢。芊芊，你这个丧门星！干什么？这里是医院。我干什么？我儿子快差点死了，上次是险些被车撞死，这次又因为你少了一个肾。你陆家是不是欠你的啊？你这个害人精！你说什么？我爸的肾是他捐的？不然呢？你以为天上掉馅饼正好砸到你爸头上，还是哪个快要死的傻子正好那么巧把肾捐给你爸？是我那个被你迷了心窍的儿子瞒着我偷偷做了配型。我儿子要是因为少了一个肾，以后身体出现了什么毛病，拿你的命换都不够。这里是医院，季老先生刚做完手术，需要安静。你再在这里辱骂、动手动脚，我就立马报警，追究你扰乱公共秩序，还有人身攻击的责任。还好意思跟我提那个死老家伙！要不是我儿子，他早该死了。捐肾是陆先生个人自愿且合法的行为，没有人逼他。你在这里辱骂病人家属，诋毁陆先生的善意，是想让所有人知道你们陆家是如何是非不分的吗？好，齐雪，你给我等着！我想去看看他。应该的，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去感谢他。这样，我先安排人照顾好伯父这边，再准备慰问礼，和你一起去看看啊。你说句好端端的，给他爸捐什么肾呀？你自己的身体不要了吗？你是想踢死我和你爸呀？上次我进医院，你和我爸忙着给弟弟去参加夏令营，是季雪没日没夜的照顾我，你说为什么？我是你妈，我会害你吗？你有真的关心过我吗？你走吧，安静点，我更舒服。干什么？
我说了，我想安静一点。是不是我妈又去闹你们了？抱歉，我没想让你们知道。陆培峰是和其他渣男不一样，只是就像我爸说的，时机不对。说不需要你做这些，显得我虚假了，所以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爸全身。那能不能在我住院期间，每天都来看看我，跟我说半个小时的话？做你想做的。好。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会去陆培峰的病房陪他1个小时。陆培峰说起我们以前吃过的菜、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结婚5年的承诺，仿佛终于累积到这一刻，喷发了。我还记得刚结婚的时候，你带我去城南深处的那家私房菜，你说他们家的黄鱼面是你吃过最鲜的。我记得那个老板脾气特别怪，但却做的一手好菜。我知道他在努力的让2个人进入过去的共同回忆，比较美好一些。可是稍不留神，我们就会立刻想到那些不好的部分。对了，你放在床头的那本书我也都看完了。哎，那边那束玫瑰开了，我记得你最喜欢了。以前喜欢，现在已经不喜欢了。因为它发生的频率太高了，任何东西轻轻一扯，就能把那块沾满污渍的像抹布一样不好的回忆扯出来。但我尽量的也在配合，停留在它划出的关于美好的过去的边界。不过那边的雁尾花倒是长得不错啊。是啊，而他也总是尽量及时把控话题方向，我们都小心翼翼的。恭喜出院。谢谢，你还特意准备。应该的，你救了我爸的命，这份恩情我一直都记得。只是恩情吗？秦小姐现在倒是轻松了啊，有人上杆子就要为你们家掏心掏肺，我们家裴峰净干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以后身体就是有个毛病，也不知道找谁说理去。上车，上车！我还没说完呢，上车！没说完呢。真是……抱歉，我先走了。外面风大，别有无关的人影响了心情。伯父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再观察1个月就可以出院了。到时候我们再好好为他办一场庆祝宴，怎么样？好，听你的。各位长辈，今天呢，我们一起举杯，最主要的是庆祝伯父身体康复，福寿安康。这一杯敬伯父，恭喜康复！谢谢。老七啊，真是万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您这气色，活100岁没问题。是呀，这可是双喜临门，身体也康复了，眼看闺女的好事也临近了。秦总，小雪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以后你可要好好对她。您放心，我一定会的。
能遇到雪宝是我的幸运。哎，裴芬，来了，快进来。爸，恭喜康复啊！这是一点心意。您之前提到过您喜欢沉香，这是顶级的奇楠沉香，能助您静心安神。陆总，费心了。他登堂入室，而我只是陆总而已嘛。抱歉，不请自来，打扰了。爸，我们终究父子一场，这次能够略尽绵力是我的福分，我就先走了。裴芬，既然来了，坐下吃顿便饭吧。好。陆总，多谢你来为伯父庆祝。雪宝和伯父不宜喝酒，这一杯我代他们。你带他们？季总是以什么身份带他们？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季总做主了？陆总，这就说笑了。在伯父家中，自然以伯父为主。我作为小辈，不过是尽一份心意。季总还真是无微不至啊，就是不知道这份心意能维持多长时间。时间会证明一切。我季怀让对待真实的人和事儿，从来都是全心全意，绝不半途而废。好了好了，今天是个好日子，不说这些了。裴峰来，怀绕有心，都是好的。缘分这东西啊，求不来，也断不了。最主要的是活在当下。来，为咱们的以后干一杯。曾经他多少次期盼我能陪他回来吃一顿饭，我却总以工作推脱。现在在这客厅里，我才知道我多想陪他回来。不，我不能就这样放弃季雪。把南郊那块森林别墅重新装修，按照季雪喜欢的样子，把花园里都种满她喜欢的鸢尾花。好的，陆总。陆总，还有一件事儿，江曼文从看守所保释后逃跑了，柳堂堂也失踪了，需要派人去找他吗？不用管，他们不值得浪费任何精力。都是季雪那个贱人，要不是他，我们现在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现在该怎么做？你以前是在齐小城工作的？柳太太，你什么意思啊？羞辱我！急什么？我是想问你，还认不认识道上那些人？哎，对了，雪宝，听说季华让准备求婚啦？我那天睡觉的时候醒了，发现他在量我的戒围。这么浪漫啊！雪宝，去接个电话，等会儿回来再审你啊。怎么停了？怎么是你们？我特意为你学的按摩手法，喜欢吗？你们干什么？快，给他带走。这趟去外国拍卖会买下的这些礼物，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陆培峰，柳堂堂和江曼文把雪宝带走了，这两个祸害全是你招惹的，你快想想办法！我看到雪宝被他们迷晕了，他现在很危险。把位置发给我，立刻，马上！我打个电话回来的功夫，他们就把雪宝带走了。调取周边路段所有的监控。以这里为中心，兵分5路，
辐射周边所有的酒店、酒吧、会所，重点是柳糖糖和江梦文名下或者常去的地方，找到人立马控制住，保证窃取的安全。是。太好了，学宝，你没事就好。你在哪儿？学宝，你吓死我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不用担心。对方用带有迷药的手帕袭击了戚小姐，幸好戚小姐随身携带的紧急定位及时发出警报，我们一直在会所值守，发现定位异常就及时拦截了。谢谢啊。我送你回家。不用，我刚刚已经给季怀让打过电话了，他会来接我的。陆培峰，你干什么？陆培峰，你快把雪宝放下来！雪宝要等季怀让的。那个男人配不上她。那你呢？你就配吗？自己摸着良心问问自己，雪宝车祸流产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陪那个亲小妹江曼文。别以为今天大招气不能找个人，你就他妈的当大女子救世主了。流产？什么时候？你自己问他吧。陆总，谢谢你照顾我们家雪雪，剩下的交给我们。雪雪，我们回家。孩子，我和戚雪有个孩子。给我查戚雪5年来在医院的所有就诊记录。我都做了什么？他独自承受那么多，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陪着江曼文。你不要命了？让开！有事？你流产了？嗯。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给你打过电话，无人接听。不过就算你接听了，也无济于事，孩子照样会流产。我当时找你，只不过就是想寻求安慰。对不起啊。你快把车子移一下，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要去墓地看她。宝宝的墓地也在那儿，如果你想看她，可以跟着。是个女儿。如果刻字的话，我爸过来扫墓会看到。他还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5年前那场误会，我和戚雪的家什么样？她那么爱笑，那么擅长从生活中发现乐趣，我们的女儿应该会随她，像个明媚的小天使。我分明那么渴望一个属于我们的家，可最后还是搞砸了。我亲手摧毁了这一切。陆培峰，我爱过你，也恨过你，但是在你救了我爸之后，我不爱你了。
也不恨你了。裴芳，是我没有管教好唐唐，他做了错事，受罚是应该的。但是他还年轻，留下案底不好呢。阿姨，求你，我求你想想办法，让他出来好不好？裴芳，就当阿姨求你了，好不好？裴芳，我求求你，救救唐唐，裴芳。那天在海边，手表是你丢的还是气血丢的？裴峰哥，我想清楚再说，不要骗我。我对骗子深恶痛绝，我最近受了太多的打击，会想报复，疯狂的报复。是我丢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总是不满足呢？是因为得到太多了，对吗？那你呢？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裴峰哥，我是原谅你很多次，可是我在医院照顾你那都是真的，我们要后面几年互相照顾，那都是真的，不是吗？我回报的还不够多吗？将他们保释出去吧。好的，陆总。人得到太多，欲望就会膨胀，只有失去，才能回归本真。裴峰哥，你什么意思啊？柬埔寨挺好玩的，我送你们去玩玩。裴峰哥，你是在说笑吧？别怕，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享受了，现在到时候还了。刚回到陆家的时候，我满怀期待，可是他们的目光只停留在弟弟身上，只在我把陆家做大时，才舍得分我一点余光。我得到的爱是有条件的，既然他们的爱这么浅薄，那我回来就是。咖啡。不了，我怀孕了。你找我什么事？我记得相亲那天，你穿了一个红色的裙子，像火一样，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孩，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上你，所以我跟你结婚。这5年证明，我当时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那么恨你，却还是喜欢上了你。其实上天对我还是不错的，他给了我一个幸福的机会，只是我自己把它搞砸了。你遇到什么事了吗？我把公司卖了，一半的钱会给你父亲，感谢他当初对陆家的帮助，另外一半我成立了儿童基金会，希望交给你来打理。那你呢？我累了，去。我奔波了好长好长的路，但是没想到是在一条错误的路上狂奔，所以我想去非洲支教，给自己放个长假。好，我接受。祝你事事顺利。在心底徘徊。
想到呀，那陆培峰是1分钱没给陆家人留，陆家人呢又哭又闹，没办法，重新做生意啊也赔了钱，现在到处都债。哎，真是造化弄人呐！雪宝，我想你有知情权。陆培峰他在非洲支教时保护一个儿童，中流弹死了。他自由了。